这公交车道，它是写的很明白，是周一到周五的7点半到8点半，17点半到18点半，只有这个时间有效，其他时间都是可以走的，但是大多数人就是完全不敢走这个公交车道。留够的车距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，看了吗？想出来就出来了。这就为什么往前走一格，看起来好像插了个队，实际上你看对后车有影响吗？没什么影响，因为它留的空太大了，总有车它不走，该走的时候不走，它要等前车走了很远它才走，中间这个空够2-3台车进来了。前面绿灯，远远的就要看这个灯啊，不要等到近了才看到是绿灯红灯，远远的就能看到这个灯，这个交通灯。前面绿灯我们就往前开，然后你就发现前面很空，你看了吗？我们就过了这个绿灯了。如果你不从侧面过来，哎呀，你就想吧，你看后面那个车有多远，距离咱们有多远。他不会尽量的往前开，把前面的空间填满。开车其实也不能光想着按自己的速度去行驶，大多数的堵车、行驶缓慢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。总有人喜欢按自己的速度去行驶，可是你想想，你在参与一个公共交通，你就要考虑整体的交通情况，你就考虑整体的一个公共的一些情况，比如说有人可能着急，有人可能有急事，就算我们不需要那么着急的去开车，但是你需要尽量的去填满道路上的空间，就像水流一样，这个时候才能达到一个公共交通的一个车流的一个怎么说呢，一个公允的一个速度吧，而不是以你自己那个开个30迈、30-40迈的一个速度那样去行驶。左边没车，左边车流好一些，主要看到整体的车流情况啊，而不是说就紧盯着前面这台车。你看左边空很多，你不一定看到说前面怎么样，但是你能感受到整个这几个车道，哪一条车道它的车速会快一些。这时候你看这台车又在这肉，这种情况我们只要公交车要停，我们完全不需要再并线过去，公交车一停，我们这边就有空间往前开了。就能判断出来每一台车的它的行驶趋向
绿灯亮了好长一段时间了，这段时间呢尽量往前开，要不然这个绿灯可能就错过去了。大爷，这很危险的，下次老司机没问题啊。是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啊，是有点危险。呵。哎呀，拍的视频我这素质都高了，脾气都小了。这个平时可能骂过去了，看来摄像头能够提升人类素质，确实是挺危险。他刚刚完全是从公交车的这个前面，从一个很大的盲区里边突然出现，骑车子过来。哎呦，想想也后怕。但凡我稍微车速快一点，这下都可能赶上了，而且那么大岁数。当时一眼刹车的同时看了一眼后车，没有追尾的迹象。说真要是追尾也就追上了。当时给的刹车虽然是比较急啊，刚刚这老大爷出现的那一瞬间给了一个急刹，但是也是尽量的做到了就是紧急情况下的最缓和，就是紧急刹车里面的尽量缓和一点，给后车留一点空间。但你有足够的这个